开始推理吧第2季游戏规则：每期6个玩家将分为4个嫌疑人和2个推探，进行探案。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中，真凶的任务是隐藏自己的身份，不被其他玩家发现。仅有案件真凶可以说谎。值得注意的是，本季加入全新玩法，作为真凶的玩家如果通过某个考验，则他可以在2位推探之中选择1人，将其黑化为 X。X 的任务是在接下来的探案过程中努力帮助真凶逃脱。游戏胜利条件：探案结束后，玩家进行真凶投票。如果真凶的票数低于其他嫌疑人，则真凶与 X 获得金钥匙；反之，其他投对的玩家获得金钥匙。周6，原本是热闹的推盲活外贸公司8周年庆典。我们推盲活。人事部经理托马斯当众死亡。放走！放走！死了。经过一番调查后，众人未能锁住命案的真凶，遗憾让其逃脱。我就说是他呢。因为现在还未到周日循环节点，所以真凶暂留芒火街，等循环结束后再移交相关部门。但是芒火街仍留下了不少未解开的谜团。芒火街，火焰，无可奈何。说的啥呀？这个传真机1周前还是好的，突然就不能用了。维修员说这个传真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执念之人将带来循环，解决执念之人就可以解决循环。关键是这个符号，那有个人，他戴了鸟嘴面具。你们觉得明天我们会跳出这个循环吗？我说你销售，哦，这你力度大一点哎，我能感受到，是不是？是，我还是非常有劲儿的，非常有劲儿的。我不跟你比了，我觉得真是有点坏。哎，不行了，这个胯有点疼。我们已经比了1晚上了。绝出胜负，谁来也不好使，你不行。你看你抖的，你太瘦了，你硌得我疼，我的妈呀！我天生就是硬骨头。啊！最后一把，最后一把，来来来，我找个技巧，看看我如果怼在外边呢。
还能这么开始啊？我试一下，我试一下。啊，行，3、2、1，走。还是挺难的吧，对吧？太难了，开太难了。太难了。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不知道什么声音？好像有一声砰的一声，是什么东西啊？天上什么东西响了一下？应该是那个方向吧？对，就在那边。溜冰场。咱们下去看看。先去把他们叫醒吧。走。有人吗？醒了吗？起床了！起床了，小杀手。谁？王哥，起床了。哎呀，起床了。哎呀，我的八姐。八姐，起床了？起床了，睡得好吗？还挺好。啊，上班了。上班。哎，就模仿我。我们3个人好有默契啊！我们俩是掰了一夜的大腿，把头发给掰白了。不是，是不是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个，我们俩直接就错过了。小杀手，哎，小杀手，都可以破门而入了，现在。我现在就是来逮捕你的。怎么还有斧子？最狠的男人。快，你先起来。谁来干啥？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一声响声啊？听到了。他们3个人都没听到，就你听到了。对。你怎么听到的？快点起床，快！小杀手们，哎呦，今天咋造型这整个有点啊，小匪劲儿上来了，啊，洋气。洋气。怎么说？啊？把手放下，不要碰我。你们听到响声了吗？刚才？砰的一声响，听到没？没听到，没有。还真没听到。白买听到声音了。啊，对，什么声音？听到你杀人的声音。你别乱玩行不行？哦，好。都没听到声音啊？嗯，那我们要不要去溜冰场看看？感觉那声音是从溜冰场唱出来的。感觉是在溜冰场里，对不对？对啊。早上起来吃个零食。咱俩一来就开始吃了，知道吗？先吃早饭吧。你解释一下，我解释什么？为什么你俩不睡觉？没有，他俩就是2个人在一块过一夜，就要证明他俩的这个。他俩在一起过一夜。暖被窝。互相暖被窝，专业暖被窝的啊。我们俩在天台上呢。我们俩是掰了一夜的大腿。谁赢了？他根本就赢不了我。你赢我了。不，我也没赢他嘛。对啊。因为他已经腿软了，对不对？我们俩都。哎，我真的有磕到，我真的有磕到啊！天哪！哪里可能发出声音？能有什么声音啊？柜子里。
小心有东西出来。等一下，我在这儿。等一下，是谁啊？等我，这谁啊？我哥，宁。你们在哪儿？快，我靠拢一下。今天谁输了还是给他抓住啊！忙活街，烛火夜，无可奈何，永循环。溺水者，故里归。星月之夜，什么龟？故里归。忙活街，烛火夜，无可奈何。说的啥呀？故里归。求，冤有头债有主。就他们那几个什么小光头。他们过来了！别！我们打不过他们这么多人吧？这俩人过去抓他们了。忙活街，烛火夜，无可奈何，永循环。溺水者，故里归。溺水者什么归？故里归。溺水。在这儿呢。大刀疤，大眼睛，大波浪，大光头。咱们仨最熟。人家都冲在第一，人仨冲在前面。刚才从哪儿出来的？从这儿吗？仓库。有个人，鸟人，鸟头面具人，鸟人走了。这里边有一个拿枪的，这啥意思？这谁呀？你把人头套给戴上。这儿有弹孔。中弹了啊！那额头那啥？他写了个8。哎，8。哎，是我，哎，是你啊？这啥？这可以播放啊？推阵1988，走不出的忙活街正式开始。现在是周日早上6点半，本案死者是昨天出现的鸟嘴面具人。经过初步排查，鸟嘴面具人的死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而杀他的凶手就锁定在白买、八戒、王卷王、宁船长4人之中。赫克福和柯利多2人能够互相提供不在场证明，所以成为本案推探。现在，请2位推探留在案发现场，进行初步搜证。画册，这还有一个盒子，这是个密码锁，这里有那首诗。
哎，我觉得这个和我们6个人应该有关系。他兜里有一封信。我知道你在跟踪我。早上6点去溜冰场的仓库，按碟片上的播放键，然后坐下好好看电视里的画面。记住，一定要看到最后，看完就会如你所愿，从这里消失。这个那就是凶手写给他的呗，让他来这儿看这个东西。他在跟踪这个人。他在跟踪这个人。他就是带着鸟嘴的这个人嘛，对不对？是。然后这个鸟嘴人在跟踪这个凶手，然后被凶手发现了，凶手就约他到这里杀掉他。点一下播放。坐下好好看电视里的画面。坐下来好好看电视里的画面。你这做的侮辱他了。这不是我觉得有一些，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某种角度只能是这个？这就是早上听到的那个声音，就那一枪，就是那一枪。你接着往后放，没了，再放哪？再放哪？后面就一直是这个，就是那一枪。啪！那这个画面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停啊？就一直是这个画面。但是其实我是感觉啊，就是你看有没有这可能，他这一枪直接从这个地方就打穿过来了，对吧？正常情况下会不会有子弹？有没有可能是？也有可能。而且这个血迹从后出来的，从后出来的应该就是从前打的吧，对不对？啪，这个地方炸开之后，我想到一个电影，就是在电视屏幕里面对着人砰一枪，现实中的人就死了。碟片，被诅咒的碟片，小心你被碟片里的人砰的一声杀死哦。那就是我刚说的那个概念。电视里的人砰一枪，其实现实中的人就中了一枪。这房间压根没人。对，不可能吧？怎么死的呀？就是假设我是这个死者，我坐在这看这个电视，我的心脏就炸开了，没有什么外力，没有外界的东西打到我，这就比较特异功能那种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排除，如果是真实的有一枪要射他，不可能在正面啊，正面他不会，他会还是安然无恙坐在这儿吗？一定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对啊。
案发现场初步搜证结束，我们俩把这箱子带过去，请2位推探带领嫌疑人移步至窦脑堂，面具也戴了，准备问询。Go。推探搜查案发现场的同时，窦脑堂的成员也搜集了与本案相关的部分证据。请玩家们查看证据。哎呀，一当推探这个状态都不一样哈，上来都是先，哎呀，掩饰不住的那个兴奋。等一下，我这有2个人的证据，为啥呀？玩法升级了，凶手可以得到所有人证据，是吗？对。我推探我不知道。你笑这么，你预知你是 X 了？我怎么预知我是 X 啊？还没出 X 呢。小 X 啊？哎，小杀手吧？你俩是 X 呀？你是打入推探内部的吧？你现在都知道自己是 X 了？你现在嘚瑟嘚瑟，听见没？一会儿知道自己是 X， 自己懵了。所以你的发言小心点，我跟你讲。小 X 在你俩之中，你别提 X 的事儿，你一提 X 就不得劲儿。你有什么不得劲儿的？他如坐针毡，你知道吗？这个位置。你发现没？他们这几个，尤其是白哥和宁哥，就是他们不管玩推探还是玩嫌疑人，都是自己的主场。昨天就给我击垮了，快给我！你看，人家拿个紫外线灯，装的跟真的似的。看完了，看完了，看完了，开始吧。那开始吧。首先，大家讲一下自己跟这个死者的关系。从我开始，我跟死者呢不认识。我跟死者也没有关系，也不认识，不认识。白买呢？有很深的渊源，现在还不能说。别给自己找画面行不行？求你了。啊，行，好，没什么关系。好。八姐。我跟死者不认识，没关系。不认识没关系。我跟死者也不认识，也不认识。好，都不认识。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的一些相关证据。案发时间呢是早上6点半左右，然后案发地点呢是在溜冰场的这个仓库内，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在早上6点左右。因为我和贺克福是在早上6点的时候听到了一声响，类似枪声的那种响。尸体上有什么特征呢？首先我们找到的是他戴着这个鸟嘴面具，他的流血情况呢是在左侧的心脏，从前胸到后背直接就贯穿了，然后在他后背有较大的血量流下来了，顺着他后背流到椅子上，再滴到那个地上。他的死亡状态就是非常平和、非常安静地坐在这个椅子上，在看电视，然后就死了。所以我们推断他是没有过什么很明显的反抗或挣扎痕迹的，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死者是在毫无防备、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被杀的。然后这个电视他在看什么，以及他为什么在看电视，就很有意思了。在死者的兜里面找到了一封信，他兜里有一封信。这封信上面写着：“我知道你在跟踪我，早上6点去溜冰场的仓库，摁碟片上的播放键，然后坐下来好好看电视里的画面。记住，一定要认真看到最后。
看完我就会如你所愿从这里消失。从这封信上，我们能得知几个信息。首先，凶手是在被死者跟踪的，且死者希望凶手消失。那杀他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他在看的这个碟片叫做被诅咒的碟片，这个上面写着：小心你被碟片里的人砰的一声杀死哦。这个碟片我和贺侦探也在现场看了，它播放的呢就是一些非常局部的画面，就是特写镜头。然后突然呢就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出现，缓缓地举起这个枪，啪一声。这个啪的一声和我跟贺侦探早上6点左右听到的声音类似，但是我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凶器，还有弹药或者火药的痕迹。也就代表着杀他的不一定是一把枪，可以有别的物体贯穿他的心脏，也有可能是他提前在现场布置好的什么机关装置之类的东西。发现机关了吗？没有，没有，只是推测。所以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觉得就是我个人的判断啊，就是这个凶手作案的时候未必在现场。因为我们在现场是没有发现很明显藏身秘技的地方的，这个仓库是非常小的，正面基本上没有空间。但这个柜子里也不可能躲人啊，没办法躲人这柜子。所以证明，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今天的凶手就极有可能有不在场证明，因为他在作案的时候并非一定要在现场。关于尸体还有案发的细节，大概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现场发现的一些证据，让贺侦探给我们分享一下。是。第一个，我们在现场发现的是一个画册。然后这个画册里面呢，有每个人和一个小男孩的合影，跟我的合照呢是2个人站在那儿拍照，跟宁船长的合照呢是宁船长在给小男孩喂草莓，跟克利杜的合照呢是在电玩游戏厅里玩游戏，和王卷王的合照呢是骑在王卷王的肩上，和八姐的合照是有一个算盘。应该是在教他算术之类的，和咱们白买的合照呢是在吃面，而且这个小男孩每张图都拿着昨天咱们发现的弹珠，哦，对，数量还不一样。不是弹东西下来了。哎，对，门口刚那个人给地上扔了几个东西，弹珠，我这儿有一颗，我这儿也有一颗，我这儿有2颗。哦，最特别的是小男孩的头上也有一个8字，这个8字就是死者头上的，所以说其实很明显的可以推断出这个小男孩和死者是同一个人。哦，那其实可以看得出，这个小男孩跟大家都是有渊源的哈。讲讲吧。为什么你们都说不认识这个凶手？但凶手头上的疤应该在你们记忆中是出现过的吧？凶手？对啊，这个小男孩明显就是凶手啊！他的头上就有小男孩明显是死者嘛？死者啊，死者嘛？小男孩是死者吗？完了！糊涂侦探，你玩啥呢？在那儿？不要 diss 我的队友。从你们2个侦探先说嘛。我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小时候教这小孩打游戏，他很喜欢画画，他就把我们2个一起打游戏的画面给画了下来。我的印象里就只有这一件事儿。但是有一点我不确定的是，这个画里面的就是这个小男孩，因为我不太记得是不是他就长画里这个样子。
那你们每个人印象里面有没有和小朋友互动的这种经历呢？我是有的，这张画其实我也记得，因为我小时候确实遇到过一个小男孩，他跟我玩耍的时候说要拍合照，那个时候我就教了他一个动作，是我的标志性动作嘛，翘脚。然后这个小男孩特别爱画画，所以把这张照片也画了下来，所以这张画我是记得的。但是小男孩脸上有没有疤，这个确实没什么印象。拜拜。我怀疑他就是我印象中的那个小兄弟。他就是我们家收留进来的一个小孩儿。然后我没事了总带他去吃面。对，然后他就把这幅画画下来了。啊，对，所以我们其实不确定这个。你刚说什么？收留到你家？对啊。啊。只能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一起做过，不能确定。对，跟画上差不多的事儿，对，但不能确定。林船长，喂草莓的，有印象吗？这张照片？这幅画我是有印象的，因为小的时候家里收养了一个收养了一个小孩儿。大表哥。所以你俩说完之后我懵了，你知道吗？没事，一会儿说。我记得这个小孩儿，但是我不记得他这个头上有没有疤，这个长相我不记得。但是我小的时候家里收养一个小孩儿，那个喂他草莓这个画面他给画下来，他喜欢画画，他就给画下来了。啊，就在我们现在目前都一样嘛，就是这个疤不记得吗？有个同样的记忆应该是。下一个，王卷王。我看看，这个孩子我也没啥印象，没啥印象。那有孩子跟你这么亲密过吗？那我孩子跟我这么玩过呀，就经常就这么举着。你有儿子啊？我有儿子。你儿子。但是这个我跟这个孩子完全没有。那你儿子现在在？我儿子在家呀。在家？那他儿子在家，那是个死者。那个是死者。那都多大岁数了？我儿子，我们儿子没有。小孩是不是？对呀，小孩啊。你儿子现在还是小孩？小孩啊。干嘛这么抿着嘴乐啥呀？行，那下一个，八姐。我对这个头上有疤的小孩我没有任何印象，但是我教过我弟弟学那个算盘，学珠算。你教过你弟弟？对。但是我不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我弟弟，因为我不记得我弟弟头上有个疤，这样一个疤痕。哇，这么复杂的今天，完了，这咱都是一家人，咱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现在不是我们一家人，就只有他，你是 X。OK。然后这6张画其实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每个咱们衣服上面都有一个这样的标志。什么标志？向前跑的一个标志。你可以看一下。向前跑。对，每个人上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啥意思？啥意思？你不清楚吗？就是啊，你不清楚吗？我清楚的很呐，我。小杀手。后面找到的证据就是一个密码箱，这还有一个盒子，这是个密码锁，5个嘛，拼音啊。这里有那首诗。
然后还找到一张牛皮纸，牛皮纸上就是我们常听到那首歌。忙活街，烛火夜，无可奈何永循环。逆水者，故里归。星月之夜分两界，众游魂莫回头。往前走来应执念。船儿翻，春在后。正推里面人儿跌。寒冬过半身边，不识亲人真奇怪。这是诗前半部分的，后半部分还有一个提示是前为天后为地，天地相见真相现，然后是一个字谜，可以看一眼。重组首字母谁写的？上面原本就有的，然后同时是发现了一个5位数的密码，是一个英文字母的。是爱丽丝门。不能吧？然后还有一个是溜冰场里边，溜冰场里面，对，发现了一个日历。日历，这不就是那什么吗？10天之前为天，后为前为天，天干在前面，后为地，就什么年呗？地支在后面。那忙活街算天，烛火夜算地。它底下这个吗？这不这个吗？这是天干地支。你得看着这个解的那个题。你给我们讲讲怎么解的吧。他不是说它上面写的是提示是前为天，后为地，天地相见真相现嘛？我的直觉告诉我是顺序打乱。然后说到了天干地支，我就把日历上面的10天干跟12地支都排了一下，前一句都是天干为标号，所以说从忙活街开始到不识亲人的10句话都用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来标一个号，分别是10个天干。后面的半句都是分别是前10个地支，从上到下的排序。然后它后面有一个甲酉见乙卯，然后就从各个标号开始重新排序，重新调之后就组成了一首新的诗。忙活街真奇怪，无可奈何分两界。船儿翻，人儿跌，星月之夜，烛火夜。逆水者，故里归。正推里面永循环，众游魂应执念，不识亲人半身边。寒冬过，春在后，往前走来莫回头。这是重新组合的一个诗，它的意思也变了很多。我把它重新组合了一下，就是4句一行诗，正好是一个5句的诗。然后这个密码箱呢是5位数的密码，英文字母的组成，就对应了首字母的开头。忙传逆重寒。哦，厉害！我为我刚才说你是糊涂侦探感到抱歉。这个就精彩了，啥东西啊？是一张通告。不祥之船4444号失联情况调查公示，444号船，然后下面都被泼墨已经遮住了。让我们祈祷失联者王某、贺某、白某、贾某、乙某、丙某、托某、柯某、巴某啊、宁某。你们看看，哇，我们都在不祥之号失踪过。让我们祈祷失联者王某，王某是他吗？贺某他吗？白某、甲乙丙这3个已经死了，被杀了吗？我司3位员工意外身亡，3位员工生前均为我司优秀员工。然后托某托马斯嘛，柯某你嘛，巴某你嘛，宁某我嘛，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都是就是在这个444号船上的乘客，然后我们都失联了。对。那他这泼墨盖掉的是什么信息呢？应该也是非常，就得靠猜了。时间线啊什么的吧，是不是？
它应该是船帆的经过以及当时整个事故的一个陈述。你看，它这块是人名，顿号顿号顿号嘛，有很多人还有我没很多人看到。对，所以就是还有很多人嘛。所以我们在这个镇子上所有的人都是已经失联的人。那如果这上面说的这些失联的人是1、2、3、4、5、6，我们6个人的话，我们为什么会在这儿？或者是如果打个比方，这一周是一个轮回，那是不是我们通过这个轮回又回到了这个镇里？所以我们其实是什么？哎，那个你刚才那个诗里边，它有一个什么龟？有，这是我重写的啊，重写的嘛。对，船儿翻，人儿什么？人儿跌，人儿跌星月之夜，烛火夜。这句话其实就是帆船失联的一个。溺水者故里归，故里归，故里归，是不是就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啊！正推里面永循环，这在这里边循环了。推正吧？什么叫正推啊？明明是正对啊，推正啊，推正啊，正推反着的，和推正。正推，就所以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就不是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现在存在的空间应该是要正推。对啊，我们现在在正推啊，对，所以我们在循环啊，对。然后你看，众游魂因执念，不识亲人伴身边。不知道亲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其实我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这意思吗？有可能，他是大表哥的话，大表哥，这只能是可能。对，假设嘛。你女朋友和你表哥丢了，对吧？对啊，俩人私奔了。哈哈。你媳妇儿跟大哥私奔了。你别带着大家乱搞了，等会儿都糊涂了。你小杀手，你，我以后今天我不叫小杀手了，你就是个弟弟，你就是个弟弟。还有证据分享，继续。哦，还有一个就是没有解开来的证据，那个6位密码箱，应该是代表我们6个人各解一个吧，然后每个是3位数字的。我们假设这死者就是咱小时候接触过的这小孩儿，那么他这么爱我们6个人，这6个密码他设的肯定跟我们6个人有关系。3位数的密码和人有关系的能是什么东西？生日啊，日子、节日之类的吧。就请各位嫌疑人朋友们分享一下自己拿到的证据吧。先从8姐开始。我先分享一下，这个是在贺克福家里桌上写的是推正大瓜，然后就是他的一个海报，推正第一大胆，生出推正第一胆小。这是什么呢？对，这推正第一大胆呢，就是我爸爸。我爸爸呀，对啊，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勇敢、有责任心的真男人。然后呢，生出了我这样一个怕黑、怕爬树、体力又不太好的人。而且我爸呢，也是咱们推王货贸易公司的一名职员，他的工作是在船上的船员。然后我就是一直很卷嘛，其实是一直想追随我爸爸的脚步，想成为我爸那样的真男人，这是我至始至终的目的，也是我卷的理由。然后是在贺克福家里的衣架上找到的一件衣服，
这跟你在那个小男孩画的那个上面是穿着一样的，但是它后面写着4444号，所以这应该是个船员服。这就有的说了。我爸在上周是出海了，然后呢，我去岸边想去找我爸，但发现那个航灯灭了，就是那个指路灯塔河上面的那个，我去把那个灯给修好了，但是一不小心就掉到了河里。等会儿，你说什么？你爸上周日去出河了？对，他一直没回来，所以我去找他，我去等他。然后你去等他，然后你没等到他，你就发现灯灭了。对，你去修灯塔，然后你从灯塔上掉下来了。对。那你怎么没死啊？就是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还没讲完呢。哦 ，sorry， 对，我从掉下来之后，好巧不巧就王卷王救了我，而且他开的是444号船。哦。我那件衣服怎么回事呢？我是穿着这件衣服去的，我是在船上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正好是它的油漆没干，就沾到了我衣服上，然后我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我爸。我点亮灯塔之后，我就一直没有见过我爹。那个3号，3号是一个箱子，是从您家衣柜最下面找到的。然后这箱子没打开啊？啊，你可以试试开一下。这，哎呦，哎呦，吓我一跳。哦，它里面就是有一些小玩具，铁砂掌专用，还有一个眼罩，还有一个绳子，天井蹦极专用，然后还有个眼罩，眼罩写着摸黑专用。林团长，哎，这在你们家找到的，这啥意思啊？这，哎，这事儿说来话长了。为什么说我是推毛或最浪的叔嘛？因为我比在座的各位年纪都大，在下今年46岁。那你比我小啊，我51。是的哥，你这还要来冒充老大？你没有，叔嘛。然后呢，35年前的时候，我的表弟家里因为变故也来到我家了，以下就称之为我二弟。30年前呢，也就是我三弟啊出生了，三弟出生了。然后我作为大哥呢，我父母都不在了，所以呢，我这个做大哥的就独自抚养二弟和三弟。大表哥，大哥。等一会儿，在26年前，我有了一个儿子。啊！我儿子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胆子非常小。哦。特别怕黑。不是。叫爸爸吗？胆子非常小。这个。我爸也是和他的亲弟和表弟生活在一起的。没错啊，对上啊。你是我侄子。继续。是这样的，因为我呢，怎么说呢？我从小就胆儿特别大，天生就大胆儿，啥都不怕啊。我爸说你应该就跟你爷爷差不多，你爷爷也是从小什么都不怕，所以呢，我就希望我的儿子他跟我一样勇敢。所以里边有蹦极、天井蹦极绳，希望他就不怕高；给他弄眼罩，就希望他不怕黑，对吧？给他弄铁砂掌专用什么，就希望他能够这个强健体魄嘛，就身体特别棒嘛。我是一个开船的一个船长。8年前的这个2月3号，那天晚上我就在无可奈何这条河上行驶，但是好巧不巧遇到暴风雨了。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岸边本来应该有灯塔的，但是那个灯塔的灯始终就不亮，所以我就找不到回家的方向。
正在我百感交集的时候，突然灯亮，突然灯亮了。我去把那个灯给修好。这个时候呢，我就很开心，我就顺着这个灯的方向往那个岸边开了嘛，我就安全到家了。我到家之后，我3弟跟我说，那个大哥，今天晚上为你点亮这盏灯的人是你的儿子，他怕你回不了家，于是他克服了恐高，克服了黑暗，克服了所有的恐惧，他站到那个塔顶为我点亮了那盏灯，让我安全的回家了。所以呢，在我心里，我觉得我儿子真的是厉害，最棒。我儿子成长了，给我整不会了。全都对了，应该父子相认了。对，真的是时候了。你要和世界和解，侄子。不，你刚刚说一个点啊，你说是点亮这个灯和这一系列事件是8年前。对，8年前。那我点这个灯，我可是上周日。你说是8年前，你的儿子替你点亮了指路明灯，但我去点亮这个灯为我爹，是上周日2月3号呀。7号吧，对吧？是7号吧？我们的时间线全是错乱的。全错了，他是8年前的时间线，他俩说的一个事儿对应上的是8年前的。日历，8年前是1980年，1980年2月3号是周日，1988年的2月3号，2月7号是周日。但我去点亮这个灯为我爹，是上周日2月3号呀。所以按理来说，就应该你如果记得是2月3号的话，那就是8年前的事儿。只有80年的周日才是2月3号。你为什么会记得上一周是2月3号呢？上周明明是2月7号呀。啊，你是80年的人，你多大了？我18岁。现在啊，我18岁啊。现在18岁，那就那会儿你10岁嘛。80年的时候你10岁。不，他80年的时候18岁，他现在18岁。不，我知道我现在时间是跟你们一样的，1988年。但是我说的上周是1980年嘛，对吧？所以我记得上周是1980年，说明我中间的8年，在这一周之内就消失了。你不存在你的8年，就记忆的8年。对啊，没有这8年，为什么呢？我觉得是时候了。喊一声吗？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吗？啊，这个人就是爸。好儿子，终于见到了。好儿子，这么帅气，果然这个身高是继承了我啊，可以啊，这个。不错，这小侄子不错。小侄子挺好，我都到现在都记得你勇敢的登上那个灯塔。Nice。哎，就是这样的。今天我觉得有一个冥冥中的注定，咱们3个人都是白头发，对不对？好像这个老宁家的人就应该是白头发。啊，你们是正经亲戚，18岁你就白成这样了。你们是正经亲戚。那你小凶手故意把头发染黑了，小杀手。没有，他是我们自家人，算了，放他先。现在他是我表弟，啊，我密切的关注你的一举一动，今天。小弟你注意点啊，小侄子你给我注意点。哎，但是有个问题啊，我上周日我爹才走，他也不见，
你出现在我面前，我认不出你来。就是因为已经过了8年，你都长大了。他长大了，在我这儿时间是没有过8年的。我老了8岁嘛。对对对，我爹变老了。这样，我还没说完呢。哦对，我的故事还没讲完。哦关于我跟我儿子的故事。我儿子为了让我回家，勇敢地登上了灯塔，为我指引了那个远方的这个黑夜里的一束光。是不是？是让我这个回来了。然后我回到家之后，我才知道是你给我点的灯嘛。于是呢，我就转回码头去救你。但是我发现呢，你消失了。8年前的2月3号，我儿子消失了。然后呢，有人跟我说呢，我儿子是被人推下河去的。所以呢，我就是非常的难过且痛心。所以这8年呢，我一直在找我的。谁跟你说的？就是走过路过的人说的嘛。旁人说的啊，就是下面那些人说，哎，你儿子好像被人推下去了，就是传闻嘛。这8年你都没见过我？对，8年没见到你。啊，那你是当时你说你爸爸丢了，也是在那一天你回来之后他就没再回来了？就是上周日，没错。其实，在他的印象里，他就消失了7天，但是在我们这里，他消失了8年。你去到哪儿了？问我们的王卷王，这艘船到底有什么问题了？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我记得上周日是80年的上周日，那中间的8年的消失的时间是从哪个节点开始的呢？有可能是我上了你船之后。这得问老王了，这事儿。所以这个故事呢，又要回到8年前。这8年前呢，我不是回到家了吗？我儿子丢了吗？然后呢，就在那天晚上，我发现我隔壁一个姓王的人也失踪了。他育有1儿1女，然后呢，我就觉得出于好心嘛，这2个小孩，他一个17岁，一个10岁，他们也很难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于是呢，我就把这2个小孩带到我的家里。就由我跟我表弟还有我3弟，我们3个人现在成年了嘛，我们3个人赚钱养着这个姐姐和这个弟弟。这个姐姐呢，就是给她钱供她上外边上大学去了嘛，然后她又很难得回来一趟。小一点的弟弟呢，他就每天在家里，然后在家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就会也挺喜欢这小孩的，有的时候就给他买点草莓吃啊，然后就给他喂他吃草莓，他有的时候就把我给他喂草莓的这个画面就画下来了。画下来了，也喜欢画画。对，他也喜欢画画。好，第4个证据也是在您家书桌上贴着的一个推证日报，上面写着明船长火烧总经理家地下室，总经理背锅放弃追责，火灾案是否另有隐情？然后上面用一个红色的笔勾画了总经理背锅这个5个字，包括他还写了一句话是天涯海角至死方休。天涯海角至死方休。你跟背锅有仇啊？有过节啊？为什么说跟这个背锅有仇呢？今年2月1号的时候呢，因为我是船长嘛，我就去到码头了。然后我就在这个码头的船工这个口中啊，就听他们传言说，这个背锅这个人呢，其实非常恨我，因为我8年以前开船出去的时候呢，他弟弟因为在我船上不小心受伤了，差点死了。所以呢，他8年前就很恨我嘛。所以，但是我8年后我才知道他恨我。然后呢，船工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8年前那件事儿可能是他干的，是吧？对，而且我回想了一下，当年呢，他是什么呢？他当年那天呢，应该在岸边修船，但是却有人发现他在灯塔底下鬼鬼祟祟。背锅。背锅，对。所以我就怀疑是他为了替他弟弟报仇，所以把我儿子从灯塔上推了下去。我怀疑是他给我儿子搞死了。
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我苦苦寻了8年的儿子，我终于有点线索了，我要找凶手。于是呢，我就去到了这个背锅他家，我就当面质问他，我说是不是你当时给我儿子推下这个灯塔的？这个时候呢，他说那你跟我来地下室，你跟我来地下室，我跟你说。结果一到地下室，发现他就是顺着这个后门就跑了，我觉得他肯定很可疑，我就很生气。当时我在地下室，我就很生气，我就一把火给这地下室烧了，我就走了。走了，我还继续在找他。烧完之后，记者不就找到他了吗？刚才那篇新闻，记者找到他了，说这个宁团长把你地下室烧了，但是这个背锅呢，他就说不用我负责任了，他说跟他没关系，我不用他负责。所以当时我就判断他一定是因为当年杀了我儿子，所以心生愧疚，所以他没有让我负责。这是我的跟背锅的关系，所以我是很恨他，因为我怀疑他杀了我儿子，所以我要找他问明白。然后还有第5个证据，也是在您家人抽屉里搜到的，是一个登船凭证，推忙活外贸公司的登船凭证，显示是2月7号，但没有写年份。这边有船号，但是被划掉了。然后它背后有这个都是我的错，这应该是一个手写的，这个是什么呢？2月7号的时候呢，我就怎么说呢？因为我一直在找这个背锅嘛。上周日，也就是2月7号。有人跟我说他会上船出河，要行驶在这条无可奈何上，他要上船。然后呢，当时有2条船，于是呢，我就跟我3弟商量，我说这样，咱俩一人上一条船，如果背锅在这条船上，我就抓住他；他要在那条船上，你就负责抓住他。结果呢，我跟我3弟分别上船之后，就这个天就开始起雷暴了，暴风雨就又开始旋转了。当时呢，我就眼睁睁看着我弟的这艘船就消失在了这个迷雾当中，所以我就非常的痛苦。所以上面写的都是我的错，原因就是因为如果我不用这个执念去找我的儿子，找我要寻求真相，我3弟他就不会死。你3弟？对啊，那我怎么还在？这不是一个时空了，已经不是一个时空了。就有2个时空嘛，其实。对，1980年和1988年嘛。对，我们分别都在不同的这2个时空里。大哥，我有一个题外话，你这个船上就只有你自己吗？我这艘船上？对，没别人了吗？有啊。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人？没有啊。有你认识的人吗？就你这条船上？你说你们这些人没有认识的，就是我没有。这个船的船号多少你记不住了？我记不住了。就是你这个船上，就是你没有自己认识的人了？没有。大哥呀，大哥，万万没想到你死不承认啊！那就你吧，白白。到我了。第一个船票嘛，在颗粒度的柜子上，也是2月7号，推忙活外贸公司船号涂黑了，再没了。对，2月7号，就刚才他不是也在说吗？那个船票就是我上我那艘船的船票。第二个，颗粒度的柜子里发现了一封信。弟，莫担心，烧我们家地下室的是我的下属，不过我没打算追究他责任。我当时让他先在地下室待着，也是看他情绪激动，想让他先冷静一下。公司老员工都知道他8年前意外痛失儿子，这些年一直走不出执念，是个可怜人。你哥背锅。这个是我在那艘船上的时候，背锅在我上的那艘船上。然后我见到了背锅，
我见到他之后，我就问他，我说：“哎，怎么回事啊？当年是不是你害死我侄子，我大哥的儿子？”他说：“为什么我要杀你大哥这儿子呢？我没有理由杀他呀。其次，我绝对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就给我看了这封信。这封信是背锅写给背锅的弟弟的一封信，其实就代表背锅的视角。这背锅的视角，这封信上写的就是看他来了，情绪太冲动，想让他自己冷静一会儿再来说这事儿。然后他那边着急就一把火烧了。他在船上跟我说的是，这封信就能够证明他的立场是不会去杀害他儿子的，因为他非常同情怜悯我大哥，他知道8年前他意外失去了这个儿子，所以他就算一把火烧了地下室，他也没有责怪他，然后他让他弟弟不要担心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他和背锅中间是存在一些误会的，啊。然后王卷王家里的书柜有一个木头盒子，这个木头盒子里边有几本书，情商智商都不如有财商，成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如何轻松成为金字塔尖的人，如何像我一样成功，你和天才只差这一本书，还有几个计算器，还有一个那个烟草笔。这些书是我买给我女儿的，买给我女儿的。我女儿非常非常可爱。昨天其实一直没跟你们说的，就是消失的这个亲人就是我女儿。上周日我加班，结果我的一个家人离我而去。所以我心里边其实是非常难受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学财务的人，我是调到咱们公司的财务经理，对，所以我特别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够女承父业，能够从小就开始接触财务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我就是在她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对她进行财务知识的一些培养。后来呢，我跟我老婆生了我第2个孩子，就我儿子，生了其实没几年，我跟我老婆就是感情不和，我俩就离婚了，所以我就开始了又当爹又当妈的生活。所以我为什么后来去王卷王，为什么那么卷？因为我特别希望给到孩子一个好的生活。哎，你女儿今年多大了？消失了吗？不是。如果在的话，今年多大？17岁应该。今年应该17岁。那您的上周日就是失去亲人那一天是几号？2月3号。哦，您的上周日也是2月3号。2月3号，对。啊？跟你一样。对啊。那要是就是80年的2月3号，你的女儿是17岁；88年的2月7号，你的女儿就是25岁。你应该不是17岁今年对吧？25。所以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位就是你的爸爸？对，所以是我们俩是父女。这个时候，所以我特别希望我的女儿也能够女承父业，能够从小就开始接触财务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个就是会计，并且要做大做强啊。那弟弟呢？刚刚在问你儿子的情况的时候，你说你儿子现在还是很小啊。我儿子10岁呀，我印象当我儿子就10岁呀。我刚还说在家。对呀，我儿子10岁呀。你看，在他印象里，他女儿才17岁，他儿子可不就是10岁吗？是，他是80年的人。那如果儿子甚至长大到现在，如果是88年的话，现在应该18岁。18岁。所以，
如今这个头上有疤字的这个小男孩跟王卷王是不是父子关系？是不是曾经他8年前的那个儿子呢？因为时间的岁数上是吻合的。还有就是这张照片上和你背在一起这个小男孩是不是你的儿子呢？我儿子是爱画画的，而且他也确实曾经是，就是把我跟他这样举高高的一些照片、一些这些情景画下来过。那你怎么会认不出你的儿子呢？刚刚问你的时候，你说有这个疤，我就。还有一个就是王卷王家进门衣服的挂钩，这个上面有一个标签是4444。钥匙啊？传钥匙吧？传钥匙。所以你是444的船长？我不是船长，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在上周日2月3号，那天呢，我儿子呢去推市里边参加一个比赛。然后呢，女儿就跟我说：“爸爸，你能不能够带我去游乐园玩？”但是那天恰恰是公司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财务的案子需要我去处理，全部都安排好了，必须得去，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跟女儿说：“我说爸爸下次一定带你去。”而且我当时还承诺她，我说：“这样，女儿，我说爸爸今天忙完工作，去给你买一条裙子，作为补偿。”忙忙活活一天。大概在晚上9点的时候，我才往家走。我刚往前走，我突然想起来，完了，我答应女儿的裙子我忘买了。然后女儿爆发了，女儿就说：“你从来都不在乎我的感受，你只考虑你的工作，你真的觉得我跟弟弟就那么不重要吗？”我当时就赶紧跟她解释，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我这么拼命的工作，不就是为了让你们过得更好吗？”我就说：“你怎么这样呢？你作为一小孩，你应该理解你的父亲。”我说你好好的，你赶紧回屋，你去反省反省。我女儿当时从来没有过，当着我的面就大发雷霆，然后摔门就跑了。然后我也赌了气，她跑了我也没追，我就在家，我想用工作在替代我自己烦躁的情绪。忽然一下外边就是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哎呀，我一想不行，因为她其实曾经有一个习惯，就我这女儿，她只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就去坐那个船。但我一看雷电交加，我怕她到时候说上船了，或者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就赶紧就追到这个乌克奈河这个边上。我到那的时候是9点40，船刚刚走，我就赶紧回公司，就拿上了这把钥匙，就拿上了444号船的钥匙。我开着船，我就想去追我女儿，想去找她。我开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就到那个灯塔那儿，我就看见灯塔上有个人掉下来了，就掉下来了。我就这得去救啊！我就开着船，我就过去之后一看，就是隔壁小贺。然后我想带着小贺再去就是找我女儿，可是那会儿整个河上那个波涛汹涌，实在根本没办法说开到对岸，我们就只好就回来。我女儿就是走失了之后，我不就想去找她吗？但是这1个星期天天都是雷暴，而且整个这河里边啊，它就禁航了嘛，所以我去不了。所以我每天我就等着她，不知道啥时候她可能在后边吓我一跳，说爸爸我回来了，我就一直在等这个。哎，那个宁船长，你说是你的邻居老王，对，失踪了之后，你就把他的儿子女儿给收留了。那他儿子女儿是在家的是吧？在家呀，只是老王失踪了。对啊。那他儿子女儿在你这时间轴里面，他现在在哪儿呢？后来就没一直在一起生活。没有，我不说了吗？在呀，他那个女儿，我们供他上学，供他去考会计去了啊，是吧？真是我女儿吗？哎呀，我心里边现在……没有，是这样。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按照所有人分享的这故事来听的话，
那就是这俩人上了44号船，他们就留在了1980年。就是他不上44号船，你都没事儿，你顶多就是死了，你顶多就是死了，顶多就是死了。你确实死了就是没事，别的都很重要。不是，我想说的是他还会在我们的世界里，但是他因为不小心掉到这44号船上了，你们俩就到另外一个时空了。那么问题来了，你俩怎么回来的呀？那有没有可能是咱们也来了呢？所以我们两个时空实际上是重叠了。你看没看过有一种就是类似像那种有一个什么就是那种虚幻故事吧？比如说那个我们这一车人开到了一个迷雾森林里，然后呢这些家人就说哇我的家人丢失了23年什么，对，在这个有一天呢这个车突然开出来了，开出来了之后呢他们也没老，对他们也没老，哎，他们过了可能1个小时，但是外面已经过了10年了，很长时间了。对，我们的船可能就开进了那样一个时空，对，空间黑洞，对。那可能这个无可奈何就是一个黑洞，因为这个事儿是发生在无可奈何44号船上嘛。我觉得这个船比较关键。不是，我觉得时间比较关键。你看，每一次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都有个什么雷暴天气，都是一个周日，所以它应该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节点的时候会开启这样的一个通道。不对，跟船一定有关系。跟船一定有关系，上了这艘船的。不，逻辑是这样的。打个比方，咱就说8年前和8年后都是穿越嘛，咱打个比方是穿越，它都是有一个相同的点是什么呢？是雷暴嘛？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点是444号船嘛？对，也就可能是集齐这2个因素才能达成的一件事儿。是，对，这是条件，肯定的，这是条件。对，不仅仅是船嘛。接下来一个要分享的是我们的大哥宁船长。大哥，第一个证据就是八姐家桌上有一张这个海报，高级定制，独一无二，新潮皮夹克，你值得拥有。有一件皮夹克被圈起来了，但是上面写的“天涯海角，至死方休”，好熟悉啊这句话。我的上面也有。您家书桌上贴着的一个推证日报。上面写着“天涯海角，至死方休”。这个呢，其实是我跟我父亲吵过架，在80年2月3号，我就到了那个无可奈何那边，因为呢，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会带着我来这边，她会听我说话。跟我聊天，陪伴在我身边，他也会带着我上船去到河对岸啊，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算是一种散心。但是爸爸相对来说陪伴在我身边的时间很少，所以我一旦心里有一点不舒服的事情，我都很喜欢到无可奈何河边去。那天我就来到了无可奈何河边，大概是9点半的时候，我就登上了一个船，我坐到了河的对岸。我在那边溜达溜达，然后我就回来了，我就回家了。我回家以后，我发现我的爸爸不在家，我刚跟他吵完架，我出去，他不在家，然后我想那就又忙去了呗，我就没管。然后后来第2天的时候，就说传来一个噩耗，说我爸爸当时因为想要去找我，然后他自己开着公司的船出河，然后就消失了，所以我爸爸就丢了。但是他是因为找我才丢的。然后我就开始回忆，就是当时是怎么个情况。但我印象当中，那条公司的船，我那天在上那个轮船的时候，我见过那条船，它就停靠在岸边，然后有一个男人，他穿着一个皮夹克，这个皮夹克我印象很深刻，他在那边忙东忙西，就那个男人在船上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就回想起来，可能是那个男人在这个船上动了手脚，我爸爸才会消失不见。
而这个呢，是我后来在一个广告上面看到的，就说是这件皮夹克别人都没有，只有这个人有，它是定制的吗？定制的皮夹克，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就把这张留下来。上面那行字，也是我想说的，就是我非得一定要找到这个人。皮夹克这个人。对。那下一个证据是啥呢？啊，在这儿，在你家桌上也是一张船票，船号也被抹去了，登船时间是2月7号，但后面呢写了4个字：了无牵挂，什么意思？我爸爸以前把我托付给我们邻居来照看，然后呢，他对我们特别好。对。就我爸爸丢失以后，我也是在他们家长大的。然后呢，哎呀，我对我女儿的故事现在好感兴趣。我也很感兴趣，这样怎么回事？怎么还能有点离奇？很复杂，我也很感兴趣。就我当时大学毕业，然后我大学毕业呢，就我跟他的表弟。哦，女朋友原来是。哦。这心爱的姑娘是。我这么努力，就是为了给她买3大件，然后把她明媒正娶。我的那个女孩突然不见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爱上了我2表弟。不是，我们俩是相恋，不是我爱上他，我们俩是相恋了3年。然后他跟我求婚了好多次，但是我觉得，我不是拒绝，我跟他说先等等，我想要先等我找到我爸爸这个凶手，不然我心里就会一直有个疙瘩。都是借口，你一定觉得这人不行。哎，不是这样子的，你听我说，我就觉得说，哎，我得先找到我爸这个凶手。然后呢，就在2月7号的时候，我在我们公司背锅总经理的办公室，他人不在。当时我进到他办公室的时候，他那个钱包落在了地上，然后是翻开的，里边就有一张他穿着那个皮衣的照片。哦。然后我又得知他今天要登船。那我想说，那他现在人也不在，那他是不是会去登船？然后我就立马买了船票。当然，与此同时，我也告诉了我的男朋友，我说我要去找背锅。然后他也知道我的故事，他说那我陪你一起去。然后我们2个就到了无可奈何河边，看到有2艘船。然后我因为人很多，人非常非常多，大家都在登船。然后我们俩又不能全部都堵在一条船上，所以我们就说你去那条，我去这条。嗯。但是他那条船从2月7号就消失了。消失了。对。跟他俩当时一样，跟我3弟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上了1艘，他上了1艘，而且我可以证明他说的这个是真的，因为2月7号我们约定上船那一天，我确实在我上的那艘船上看到了白马2哥。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会在，因为这事儿是咱俩约的嘛。上周是吧？2月7号。 2月7号也出现了8年前咱们的那个情况。哇，好乱！不是，你上周才发生的事儿，那这位坐在你身边的是？不知道他是谁哦。该我这儿，该我这儿。哦，王卷王还有证据。我这儿还有证据。我这个第一个证据是白买的床头柜里边有一枚戒指。哦，好浪漫。然后呢，里边有一个纸条，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他。你是帮他找我吗？没错。白买一直在存钱，就为了买这个比较大。这个在1988年可不得了。哎，是
我的手型呢？我带肯定是你的这个。你像是，如果是无名指戴不进去，就不是给这个女孩了。是戴左手右手啊？哎，哎，有点大。有点大，你不是我的。对对对，哦，对对对，这是我给表哥买的。什么？他给我买的，他给我。啊！哎呀，太乱了，你这。你别乱说了，白买，你好好的。就是我从小在表哥家长大，然后表哥待你如什么？表哥待我如父亲。然后就是表哥的孩子就是去灯塔的这个事儿，就没了。然后呢，第二天发现呢，隔壁邻居大王哥也没了，消失了，然后就收养了他们家的女孩跟小孩，对，然后那个就是我就看上了他们家小女孩，没有，因为相处的时间很久，大学毕业之后谈了3年恋爱，我就求婚，他说不行，我要找我爸爸，先不想考虑其他事情。然后呢，我说行，那我帮你找到你父亲，这就是这个，我一定要找到他对，来，这是一张船票。在白买的床头柜里边，都是抹去了船号，然后呢，2月7号，没有其他字儿。女朋友跑来告诉我说，她发现了她爸爸是怎么死的，她发现有一个人给船上做手脚，她说这个人就是背锅，她说跟我一起去码头找这个人对峙，去了码头看到了背锅，但是没看到他上哪条船，2艘船。然后我俩就说分开找，对，然后就分别上了2条船，然后呢，我上这条船呢，我找到了背锅，找到了啊，我就问他，我说咋回事嘛？他说跟我没关系啊，他说那天是他在船上是刷漆，刷完漆呢就跟另外一个公司的一个人就去灯塔去喝酒去了。灯塔喝酒，他说他是有证人的嘛，就是那个另外一个人嘛。然后我说 OK 好，那我相信了。我就打算说是下船，告诉我女朋友，因为我女朋友觉得他们那个行为是在给船做手脚。我说其实是你误会了，想去说。这个时候我发现天空大闪雷鸣，然后远处的那条船上。我的女朋友跟我的大哥在船头上玩那个泰坦尼克号那个，你知道吗？就俩人就是哎呀！2月14号那一天，情人节私奔了，对不对？没有，不是2月14号，今天2月14号。后来我才发现，我女朋友就是不想跟我上同一条船，是因为看到了我表哥在那条船上。你别瞎编了，乱讲。哎呀，好。然后呢，我就想呼唤他们，但是他们那条船呢就消失了。我们那条船消失了。你看着是他们这条船消失。对。彼此都消失了吗？对啊，就是打个比方，那比如说中间一层雾，我们就是从雾中间一看，你看我们消失，我们看你们消失吗？不是，不，就是你们就是我们最后回去了。我们也回来了呀。那现在看起来都消失了嘛？就各自不是一条时间线，他们俩。我们4个是同一条时间线，这是必然的。咱们4个本来在一个世界，经过了那次事情之后，咱们可能又不在。哎。对啊，那就不止2个世界了，你明白吗？不是，你看为啥他现在还能见着他媳妇儿？他媳妇儿不已经消失了吗？对啊，那他俩怎么还能坐一起呢？
那你说咱表哥也消失了？表哥也消失了，一样的呀。我俩在一艘船上，你俩在一艘船上啊。所以表哥，我想问你，你们当时去哪了？你看，你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了呀。你告诉我你去哪儿了？所以重点是咱们谁的时间线是在原本的这个时间线，谁的时间线不在原本的时间线上吗？我们4个都在原本的时间线。不是，我告诉你是的。我们4个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消失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但是我们都回到了88年，这是关键。不对呀，那88年我们已经不认识了呀，我不知道他是我男朋友，对啊他也不知道我是他男朋友。那当然我给你收养了，我也不知道你是我收养的呀，就是这是一个疑点嘛。现在这是一个疑点。但是咱俩一开始是知道咱俩是知道表哥表弟的。对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说了半天这个关系？为什么你俩我们都现在才相认？我们都不是来自一个时间线的。我想问一下啊，您就是宁船长他的儿子是在1980年丢的，对吧？对。但在1988年没有任何事情，对不对？我88年也丢了，我88年我看我三弟那个消失了嘛？他消失了。对，当时我们出河2艘船出，那会儿你也消失了。对呀，就是那个意思嘛。那贺的爸爸在88年是没事的，对吧？你88年2月7号没有任何人丢了。我爸丢了。他的记忆是80年的记忆。OK， 他们不觉得现在是88年。那你的女儿是80年2月3号丢的，但是我记忆是上周日。白是80年没任何事儿。8年前我哥他娃没了吗？嗯。还有隔壁老王也没了吗？对啊。那88年你是在同一个时间，我们一起上船的时间。88年你俩没了吗？嗯，没错。88年我俩没了，88年是上周。对，找那个我们上船的时候要找那个背锅的时候，你俩没了吗？在我的记忆中是这样的。那你呢？你80年你是谁丢了？你是他丢了。我80年的时候消失的是他，大哥的儿子。对，还有隔壁老王。88年谁丢了？88年大哥没了。88年大哥就没了。重点了，那就是80就是88，80就是88，同一时间点。我知道了。你看，我们从零开始，这个是世界1，这个时候我们4个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柯宁白8，这我们相亲相爱一家人，然后我们出发去找一个人叫什么？我们出发去找老贝。然后呢，我跟老白，我跟我二表哥说我们要在船1找老贝，然后嫂子跟大哥说他要在船2找老贝，我们在同一个时间。以相亲相爱一家人的身份上了2艘不同的船，然后这2艘不同的船出发去到2个不同的地方。对，我跟老白，我俩在船1上看见船2消失了，这中间是这个雾啊，对吧？然后你们在船2上看见我俩消失了，船1消失了。我要说的点就是在这个分支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在一个世界了，2个时空了，对。所以我们在最后回来，今天在洞老堂的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一开始不认识你？为啥我不知道她是我嫂子？为啥你一开始不知道我俩是你弟？对。OK 啊，就按你说的，你俩是有人物关系的，我是你们大哥，对吧？对。我在你们这条时间线上长不长这样？我想知道，如果我去到另外一个时间线上，我再回来，我是否还长这样？我是不是还是宁船长？长相其实不能作为依据，最重要的是你俩同时消失了，但你俩回来之后，你俩不认识了呀。装作不认识有没有可能？行，你俩就是装作不认识。你不懂。OK。是这样的，大家还记不记得昨天在托马斯办公室找到他说他每次轮回他都要清空所有的东西，重新再来一遍，所以他不想再过这个周末。每次循环所有东西都清零重来了，这星期我真的过腻了。这个周六我又要组织8周年了，我又要一直在这个8周年。对，我再也不想过这个周了，我必须要找到解除循环的方法。所以就等于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不认识对方，也像那个诗词里面说的，就是我们已经清空了对对方的记忆。
我俩没清空啊，我也跟他没清空啊。他是我邻居家孩子，我也记得呀。所以你俩是在一个时空的。我俩在一个时空啊。对啊。哎，等于说，等一下，宁哥，你记不记得你在那个船上看到他了？我不记得。你不记得这件事儿？你记得你在那艘船上看到宁船长了吗？也不记得。那意思他俩还不在一个。不是，有一个概念是他们俩在船上没有碰到。碰到了。不是，你想他俩都泰坦尼克了，船上。对啊。还能不记得？泰坦尼克是你编出来的还是你？不是，泰坦尼克是真的假的？男人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他会幻想出好多那种他不忍直视的画面，我的怒火就起来，就是那种的编瞎话。你是小杀手。没有，这个我可以替他作证，我确实在船上看到白买了。对啊，我看到白买了。但是他有没有看到他俩不重要。泰坦尼克号那个我瞎说的。我怎么记得这件事情啊？说明我的记忆是在的呀。你记忆在，那你怎么来到跟我们相同的空间里呢？我们不在一个，对，这个是我们现在要此刻，对，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为什么我们几个互不相认的相亲相爱一家人还能碰到今天这儿？我们一定是来自不同时空的宁船长、贺克福、柯还有白。但是我们之间不是每一个人都来自6个不同的时空，因为有两是连在一起的，你明白吗？不是，但咱们现在能确定的是，你们俩是认识的，我们俩是有共同的一个过去的，他们俩呢？所以我跟你说，结论是什么？结论是有3个世界，柯跟白在一个世界，可以确认啊。宁就泰坦尼克在一个世界嘛？对吧？完了就是4444，也就是这个王哥跟贺，对不对？王贺，3个世界，就这么回事。咱们现在3个人互不相认，是因为我们以这样的分组来到了今天的这个时空。重点是咱们2个世界的人都相互认识，他们俩为什么不认识？重点在这儿啊！来，还有一个证据。白买的枕头下边，不要开它，千万不要打开。打开它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潘多拉魔袋里边有一张，哎呀，这个很奇怪。刚才我读的时候觉得很奇怪。来，请读。我，丁达卡在此保证，今日所说全部属实，如有半句谎言。我就再补半句，凑成1句谎言。什么玩意儿？哎呀，开个小玩笑啦，有点娱乐精神嘛。本人总是用最幽默的语言说最真实的话。我丁达卡从不说假话，否则天打五雷轰。1988年2月7日，丁达卡还摁了个指印。这啥意思呢？说了半天什么都没说出来。就是其实啊，那天的暴风雨是因为他撒了谎，天打五雷想要轰他，结果给我们轰死了。哦，是吗？丁达卡撒了谎。哦，那他是就这么离谱吗？我不知道，我随便说的啊。来听听白买吧，他知道咋回事。怎么回事？你说说。我上船找那个背锅嘛。背锅跟我说了，就是说是没有，他在刷油漆，他跟这个丁达卡在一起刷油漆，完事儿他们俩回去在那儿就一块儿在灯塔那儿喝酒，然后说他可以证明，然后我就单独又找了他，不是他也在船上嘛，他说没问题，他说我证明这都是对的，然后我就让他写了个保证书，然后打算拿着这下去告诉我女朋友，然后没想到他船就走了。那就答案出来了嘛。我那个宁船长是认为背锅把他儿子推下去了，结果问了他本人，他是自己滑倒的，也就是说明背锅没有撒谎，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他认为背锅给他船弄坏了，但是他的船没有出问题，也就认为其实背锅是清白的。对啊，他的名字就是个背锅。到现在都没盘到杀人动机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跟死者有关系。那么谁会狠毒、歹毒到想要杀掉他呢？因为他希望你们4个其中一个人消失。他为什么会希望他小时候这么亲近的人消失？你想，亲生的父亲、亲生的姐姐，
收养的一家人，他为什么会希望你们其中一个人消失？你们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很值得思考。肯定你们收养的时候虐待他了嘛？啊！今天就他俩之间了。哎，你为什么往我们身上推呢？我能把自己儿子杀了吗？正因为你来到了我们这个时候，你觉得这个人不是你儿子，你把他杀了，你的儿子才会出现。是有这个可能的呀。你不相信你穿越了吗？接下来将进入 X 确认环节。我要戴上眼镜儿。小杀手，小 X 们。去吧，可以度。哼。我今天很有可能是 X。今天这个凶手是个糊涂蛋啊！不见得，不用玩这一套，没有必要。你看，你当 X 的时候也要这样说我，你当凶手还要这样说我，每天诋毁我，今天很有可能是他。哎，受不了了！哎，受不了了！我看看你的眼睛，有点僵硬，笑的有点僵。他第一把当推探，第一把当 X 很正常。X，行了，定了。非常僵硬，非常僵硬。一个个的，不管我怎么样都开始栽赃我。走吧，现场搜证。现场搜证啊！我帮你拿一个。我不要你帮我拿，你这是真的。我得来，女儿交给我。没事没事。哎呦，这人物关系一变，你让我。刚跟女儿相认，突然冒出来俩女婿，一会儿可能会有3个。我跟我没有关系，大王哥。图他啥也不知道。哎，处了个跟人处3年，不给人负责任。我求婚，他不同意，他要跟你走。原来他是他的问题。来吧。曾经。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细项，红色领带的结。推探，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啊？我们得把这个箱子给解开来。哦，对，应该是代表我们6个人各解一个吧，然后每个是3位数数字的。我们假设这死者就是咱小时候接触过的这小孩，那么他这么爱我们6个人，这6个密码他设的肯定跟我们6个人有关系。我们得把这箱子打开来。来，先把箱子打开吧，是吧？然后这箱子上面呢，还有一个手电筒，试一下呗。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爸、姐、大哥、二哥、三哥、侄子，他们的真实年纪。这上面写的不就是刚好对应我们几个人吗？来吧，就是我们的真实年纪嘛。我们的真实年纪。这种顺序先是爸嘛，爸是多少岁？我51啊。051嘛，对吧？开了吗？哎，没开了。没开了啊。051不对吗？501，哎，不对吗？但是他弄了一个真实年龄，他肯定不是现在我们面上的这个年龄。哎，你少算8年，你应该多算8年。
咱们是失去了8年的数吗？51，那我算59，059，我59了。对啊，我太吓人了。我现在时间跟你们一样的1988年，但是我说的上周是1980年吧，对吧？所以我记得上周是1980年，说明我中间的8年，在这一周之内就消失了。那就是这俩人上了44号船。哎，开了，059对了，059吗？第二个是25，姐是吧？25。开了，225，下一个谁？大哥是吧？大哥，我今年46，就是46啊，是46。二哥是谁呀？35。好，来下一个谁呢？三哥30。那我就是18加上8，我26， 026嘛。这张合影是我们6个人的合影。哎呦，别打哟！哎呦，别打哟！哎呦，别打哟！对，我各位老师们，对不起。来人了，这个。来，别走！天哪！怎么样？什么造型？还说你们两个没关系啊？他以后等会儿emo了又。冒犯了弟妹。欢欢，朕emo啦！哎，刚才出现人了吗？刚才我没看见，没看到有人。下面还有夹层。还有东西吗？东西还挺多呢。火柴是啥意思？就纯的火柴是吧？对。OK， 那看看这个啊，无可奈何的无可奈何。第1章震推的秘密。无可奈何是一个磁场极其特殊的神秘地带。如果你有重要之人在无可奈何失踪了，很遗憾，他们很有可能无法回到推阵里。但是，推阵的你还能与他在阵推里重逢一次。重逢一次。一次写的是一次，好伤感。阵推是与推阵几乎一模一样的平行世界。第2章如何在阵推重逢？你要在星月之夜前往无可奈何边，将5根蜡烛按照5行方位摆好并点燃。点燃过程中需说出你对重要之人的执念，才有可能开启阵推。注意，只有执念至深之人才有可能开启。注意，阵推和推阵虽是2个平行世界，但磁场不太稳定。如果有人在无可奈何边唱阵推的儿歌，就会发生串频现象，如听到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声音，甚至看到画面等。只要有人在这个无可奈何旁边的话，唱那个儿歌的话，就会出现串频现象，可能会听到平行世界的声音，甚至看到画面，就像我们听到那个什么大秃子、小波浪、大眼睛什么大波浪、小眼睛什么之类的，那是我们通过串频看到的画面嘛？对。第3章，执念者即开启仪式的人。执念者进入阵推时，会出现在阵推的无可奈何边。注意，在5根蜡烛点燃的过程中，仪式方圆50米之内的人都会进入阵推。也就是打个比方，50米，
我做这个仪式，我周围这50米都会跟我一块进来。哦。失踪者，即失踪的人，在执念者开启仪式后，所有在无可奈何意外失踪的失踪者都会进入阵推。那咱们现在在这儿是这个，就是我们也其实我们都是失踪者，有个人把我们都召集进来了。我的那个女孩跟我的表哥突然不见了，我爸爸是上周日突然失踪了，我儿子消失了。消失的这个亲人就是我女儿。有人做了个法，有人做法了。对，那我们现在在谁的世界？那就是凶手的世界嘛，对吧？啊，谁做的这个仪式就在谁的世界里嘛。嗯。第4章如何离开阵推。阵推与推阵的重叠空间，溜冰场，是唯一一个阵推与推阵重叠的空间。如果想离开阵推，需启动切换仪式。启动后，重叠空间将与阵推的溜冰场切换成推阵的溜冰场。当从推阵的溜冰场大门走出去，便可回到推阵。注意，只有人可被切换，所以2个平行世界的溜冰场必须保持陈设一致，以免切换空间时发生意外。陈设一致，我俩刚才你都拆了，你没事，能装回去。没事。刚才没事，能装回去，没事，能复原哈，能装回去，可以装回去。执念者和失踪者都可以进入阵推溜冰场和推阵溜冰场，但只有执念者能从推阵溜冰场走出去。打个比方，现在我们是在阵推，我们都可以回到推阵，对，这是第一点。但只有执念者，就是执行仪式的那个人，可以从这个门走出去。那要是被不小心带进来的人呢？那我就是以同样的设定，你说只有施法者才能走出去。重叠空间切换仪式，请前往推好溜冰场，仔细在柱子上寻找仪式的详细步骤。注意。举行仪式前，仪式参与者需提前准备好金木水火土5种元素属相的物品。那个包，托尼的那个包。对。这个下面有个人写，为什么约我去重叠空间？为什么约我去重叠空间的仓库？就在那儿，他死在那儿，他被约去的，对吧？第5章，阵推的反噬与伤害。第1，永远循环。阵推开启后，在无可奈何里失踪者都会被召唤到阵推里继续生活。如执念者进入阵推，则会从他进入当天开始，陷入一个为期7日的时间循环。阵推的所有人会不断重复这7天。就这个执念者，对，其实昨天那个谁，托马斯说那个执念者是这个人，是这个人，对。他身上掉下这张纸，说明这张纸是这个第一个戴着鸟嘴面具人掉的。找到执念人，把他干掉，他才能结束循环。2，灰飞烟灭。从推阵进入阵推的执念者必须在28天内离开，即第4个循环的结束前。第4个循环，其实就是今天，周末了。因为上次那个谁说了，第4次，我已经第4次经历这个了。他4、7、28嘛。哦，对。
当我看到就是刚才那个符号的时候，如同打开了一个开关一样，所有记忆全部涌入。我突然意识到，我所有的经历都在循环，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循环。否则，将再也无法离开，并在49天后，即第7个循环结束，灰飞烟灭，相当于在震推阵里彻底死去。如果在震推内死亡，则永远消失，不会在循环中重新复活。也就是这个人，28天必须要走，如果不走，就是这个执念之人。执念之人，执念之人今天必须要走，必须要走。如果今天不走的话，他就走不了了。48天后他就死定了，他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这个执念之人也可以选择留在这里。当然，和大家一起死。但是他49天之后他就灰飞烟灭了。哦，那干嘛要杀他呀？他早晚也得走啊。那这死者，如果他在这儿，要不他是执念者，要不他是在无可奈何上失踪的人嘛，被召唤回来，就是2个点嘛。啊，对对对。有没有可能在他的那个世界里，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故事都在他身上发生了一遍，身边没有亲人了？哦，你说的也有道理，是我们都跟他有关，所以才会有那幅画。但是我们在他的世界里已经消失了。对，全都消失，所以说才举行了那个仪式。等一下，这个看啊，他这个照片上有个日期嘛？对，1980年1月份，2月份我们就都消失了。对。在80年的时候，他遭遇了我们的这个有可能消失。对，在88年的时候，他遭遇了你们的消失。是，所以是3条船，3个时空。它是最正常的一条时间线，说白了，拼拼凑凑拼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对啊，但这个火柴没有解决吧？火柴就是点那个蜡烛啊，他要召唤仪式，他要用这个蜡烛点呀。对。但所以我们得找出为什么他要杀死者，那凶手。如果是从逻辑上来说，如果他是把我们招过来的话，我们应该有人是有记忆，说就是不想离开这个镇，想保持现在这个状态。对，是啊，保持现在这个。对，不是，主要是保持现状对所有人都是不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属于这里啊。不，为什么是不利的呀？对于我来说，我儿子回来了；对于他来说，他女朋友和他大哥回来了，对吧？对于你来说，你哥回来了吧？你2哥也回来了。对于我来说，我女儿回来，我跟我女儿。对你的执念是你女儿嘛？你女儿回来了吗？但是我们得搞清楚凶手为什么要杀他，这个很关键。咱们推的是杀他的凶手啊。88年的人啊，你们俩80年的就没事了。我们没有这个职业。对不对？那么88年的就是我、白买，我们4个人，我们一家嘛，还有死者。我觉得有点牵强，这个88年跟80年。不牵强。为啥呀？你 X 你想说啥？场外信息误导大家。你说的牵强的点是什么？我的意思就是，我们80年来的，我们俩也可能觉得这88年这世界好了，身边的人突然又出现了，也想留在这儿了，也是有可能的。为啥不可能呢？你跟88年的是一样的，就是弥补遗憾的一个。我刚才说的也是这个逻辑，我虽然没有偏袒他，我刚才说的也是这个逻辑，就是今天在这儿的人都找到了自己想找的人嘛。首先呢，我们4个都是88年的人，对吧？他俩为什么被排出去呢？如果是我是80年施法的人，他就会什么呢？他就会把80年的人招过来。但是他一定是88年施法的人，然后他俩是来自无可奈何，但是不是来自这个平行空间的嘛？你懂吧？所以他俩应该在显意义上就被排出去了，因为他俩就是从河里被带过来的，你我都可能是从方圆50米来的，但他俩是河里来的。我打个比方啊，我懂意思了，其实就是要是我们80年施法的，你们4个还没失踪呢，那我们如果施法，你们没失踪，你们就不会被卷进来。但是如果88年施法的人，就可以把我们80年2个在那条失踪的人给带回来。没错呀，那就是看88年谁最后一个失踪啊。其实这就是他可能不是我们越往后失踪的人越有可能是施法者。
还有一个就是凶手的作案手法。切换的一瞬间，跨越时空来杀你。他是从另外一个时空杀了这个时空的人。这么酷！我这个太吓人了，这个想象力真的。进来了之后，整死再走。对，你看，哎，他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约我去重叠空间的仓库？就那会儿正好是重叠空间，约他是正好是在转换的时候，因为只有转换的时候才是重叠空间。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死者不是在这儿死的呢？因为没有凶器啊。有可能啊，在那边死完之后转过来了吗？对啊。你的意思是死者在那个推阵被杀了，然后转到阵推来的？哎。我们如果能找到推阵的仓库，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重叠凶器了？所以要转吗？所以我们要开金木水火土。那个五行挂件的包不知道去哪儿了。那我们现在去各自家里找一找有没有金木水火土。也对。OK，let's go。金木水火土。水好找啊。土。金木水火土。土咋找啊？走吧，先到白砍那儿。白砍，白买了，直接给我掀，兄弟们不要留情。这是你家是不是？这是你家是吧？好大哟！那你怎么马上找到这个？这我的斧子呀！他就是木木。来，这是我们家。哦，你家东西挺先进啊！这不水吗？对哦，这水吗？我来拿就是拿这个。你把我那花盆拿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八姐家。哎，你们看，你们看八姐。哦。你还有这么奔放的照片？哎，我对我女儿也不太了解。谁还没有狂野的时候呢？对吧？烈焰红唇的，是不是？来，我们找找他的，我们还得找。你叫喊你呢，喊你呢。你确定这是你的衣服吗？那应该是我的。啊？我也不晓得，反正在我柜子里。什么感觉？像你这儿住着其他人呢？哈？哦，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还有另外一个人。还有另外一个人。难道是3D？ 3D。哦不。哎。金算盘。集齐了，集齐了。集齐了，集齐了。然后刚刚说墙壁上有那个是吧？找那个方法。肉眼看不见，肉眼看不见，肯定是要照的。写上面了。等一下。哎。我不知道你们在找啥，这不有个信封吗？你们在找什么呢？啊？啊！不是。我真是服了我。这眼睛可以呀！我服了。你不早点出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猜对。切换仪式。按序操作后，可以将重叠空间溜冰场范围从推阵切换至阵推，或者从阵推切换至推阵。
请仪式参与者将金木水火土5种元素属性的物品，分别放置在溜冰场的5个对应点位的柜子隔层处。这几个隔层。哦，这几个。然后是用穿好的绳子在5个点进行拉出一个指定的形状。那儿是水，那是土，那是金，这儿是木，那儿是火。哎，亮了，亮灯了。火放了吗？火得点着吗才行？还是别点着，你先把火柴放上，看它亮不亮。就放火柴吧。哎，亮了，火柴可以。那就对了。像个五角星，完了4边这么连起来，咱们要用绳子。这个有这么长的绳啊！把这拆了吧。啥东西啊？哎呀，他说的有道理。哦，这个彩带。那这人家固定好了已经。这个是可以的，这个也是可以的。哦，这，毛线啊！哦，这么多毛线，搞个毛线。找一个好看的，找个红的吧。咱们5个站好了，让哥从哪个头起就给我们吧。对，来，你先指挥我。水，那你先站那边来，这儿。老白，你得站一个角了。你说我站，那就先到木来。Go。来，从这个点起。好，我在这儿了。来，啊，你拉着。好。一会儿这些门都会出来人啊。对，我也觉得。所以把门堵住了吗？所以我靠在这儿啊。真的假的？我会更害怕。来，你拉着水，对。来，你再吐啊。来，拿着。这个倒火。对了。这什么东西？又来了，各位老师们呐！哎，谁找我？啊，你不要吓我！谁？有人找我。有人出来了。谁出来了？哪里有人出来了？我不知道。哎，现在是变换空间了，小心！快！灭掉推香术。回到正推了，不祥之船4444号失联情况调查公示。哎呦，这是咱们的，好像是家谱，咱们就全连起来了。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一定可以找到你，绝不能被他干扰我的计划。我必须启动极端的手段杀了他。所以你们的这个执念是没有消失的呀。然后他到这儿来是要找一个人，这个人是和8年前的一个什么事儿有关系。对于小包来说，最重要的人是你，也有可能是他姐姐吧。但是我告诉你，在场的每一位都是他的重要人。那就看谁更想留在这里了。悬念问号，开始推理吧，一起推图不多的真与假是能摸瓜。黑云映雪雨滴，推针笼罩迷雾里，小阳神捉火药，挂着影子多一句。放声起，
脚步急，把笑藏进咽咽去，真相因无声的夜里无痕迹。把银河像系统的解密这道题，隐藏着双重身份，谁充当卧底？地上与风声颗粒鼓弄着玄虚，下一秒谜局或谜底，真相的全部已清晰。来吧，各位玩家，开始推理吧，一起联手救出他，互利为吧。